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們的番劇獵人玲玲。玲玲拆動漫，帶你看不一樣的動漫。今天咱們來聊一部被低估的神作《白貓計劃：靈之紀元》。這部2020年的番只有12集，卻把一個宏大的黑白二元世界、命運糾葛、愛情與犧牲的故事講得又燃又虐。畫風精美，打戲流暢 ，BGM 一響直接起雞皮疙瘩。很多人都說它爛尾或者節奏快。但其實看完你會發現，這根本就是故意留白的史詩感啊！廢話不多說，直接開整部劇透解說。喜歡的朋友記得一鍵3連加關注，咱們下期繼續。這個孤兒男孩命運多舛，甚至連名字都沒有，但命運很快為他開啟了一扇門。他遇見了一位黑暗騎士，那人將他引向魔王之路，最終讓他登上王座。很久以前，世界分為上下兩界。天界有一個光芒萬丈的王國，而地面之下則是無盡的黑暗。那裡居住着一隻威風凜凜的白貓，他瘋狂地愛上了一隻黑貓。這段禁忌之戀就發生在這片黑暗之中。這個故事也從這裡開始。視頻即將展開，請先訂閱頻道，點個讚，它會給你帶來無窮的動力。如果你和我一樣熱愛這樣的故事，那我們的守護者，他的名字在整部動畫裡你永遠猜不透。他從直升機降落，來到這座村莊，和長老一起外出狩獵，只為帶回食物給村民。長老已經很久沒吃到像樣的東西了，心裡滿是期待。可少年心裡卻藏着一個夢，在天界之上有一個沒有壓迫、人人自由的王國，而下界的人們卻生活在貧困與恐懼之中。突然，打獵的人驚慌失措地跑回來，大喊：“危險！怪物來了！怪物們想要屠戮一切。”直到有人打破那扇怪物之門，真相才會顯露。他們帶來的只有混亂與毀滅。他們掠奪一切能拿走的東西，然後迅速離去。一位婦女帶着小男孩匆匆趕往安全之地。她對大家說：“所有孩子必須被送到村外。”村民們被逼退入山洞，怪物發動了可怕的襲擊。男孩挺身而出，救下了孩子們。可怪物帶走了大部分孩子，只留下男孩和他的2個兄弟姐妹。男孩拔出小匕首，與巨型蜈蚣怪物對峙。可怪物的皮膚堅不可摧，匕首根本傷不了他。怪物殘忍地殺死了幾個孩子。意識到敵人太過強大，3人拼命逃跑。可怪物緊追不捨。哥哥法醫決定犧牲自己，對妹妹說：“注意安全，快跑！”男孩帶着僅剩的小女孩逃進山洞。可悲劇還是降臨。因為先前接觸到的怪物毒素，小女孩也死去了。夜晚，男孩夢見那個女孩，他回到村莊，卻只看見一片死寂。曾經熟悉的親人朋友全都化作冰冷的屍體。絕望之下，他拿起工具，開始為村民挖墳。日復一日，墳墓越來越多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神秘的騎士路過村莊，看見了正在挖墳的男孩。他停下腳步，給男孩麵包，溫和地問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男孩回答：“我沒有名字。村民們怎麼叫我，你也那麼叫我吧。”騎士笑了笑：“那我就叫你無名男孩。”男孩問：“為什麼黑暗之王如此危險？為什麼放任怪物肆虐？”騎士斯卡斯答道：“看吧，小家伙，他有自己的追求，也希望人民幸福。對這些小事不感興趣。”男孩繼續挖墳，不願多談。對他來說，這不是小事，而是必須履行的責任。只有這樣，村民們才能得到安息。斯卡斯卻說，糾纏於天地之間的恩怨毫無意義，最終一切都會歸於塵土。話音未落，遠處傳來敵人的喊殺聲，幾名鐮刀兵向他們投擲長劍。男孩撿起一把掉落的劍，毫不猶豫地迎戰。斯卡斯輕鬆擋下攻擊，笑着說：“我曾經也想成為黑暗之王，我身處黑暗，卻不被黑暗吞噬。只有一人有資格，他能賜予生命，也能奪走生命，他才是真正的王。”戰鬥中，黑暗力量籠罩了人。斯卡斯對男孩說：“如果你想實現夢想，如果你想改變這個國家，你就必須成為黑暗之王。別人的幫助改變不了命運，你只能靠自己。”男孩怒吼：“我一定要做到！”他拼盡全力進攻，終於將斯卡斯逼退。斯卡斯倒地，卻笑着說：“我從未想過旅程的終點會是這樣。”男孩擔心斯卡斯會要他的命，卻聽見對方說：“拔出這把劍，去皇城吧。誰擁有這把劍，誰就是家族的掌權者。”斯卡斯讓他宣告自己為黑暗王子，
並說下一位黑暗之王將從你開始。臨別前，斯卡斯望着男孩的眼淚，驚訝道：“你生於黑暗，卻仍有淚水。孩子，我把改變這一切的責任交給你了。”男孩帶着劍離開，目標明確，成為黑暗之王。他繼承了斯卡斯的意志，帶着黑劍與使命，踏上旅途。表面是去毛皮貿易，實則尋找成為真正黑暗之王的力量，只為讓世界重獲快樂。與此同時，雲層之上的光之王國一片肅殺，一支龐大的黑暗軍隊悄然集結，即將發起總攻。光明女王艾瑞斯嚴陣以待，她將最年幼的繼承人小袋鼠魯護在身後。作為王國最強大的守護者，艾瑞斯手持神聖武器，發射出一道刺目魔法光束，瞬間削弱了敵軍先鋒。黑暗怪物們瘋狂渴望統治這個世界，在他們眼中，這片土地本就該屬於黑暗。至關重要的是，最勇敢的戰士菲奧斯與隊友並肩對抗怪物，他拼死守護女王艾瑞斯和那枚關鍵的符文，為了她甘願赴湯蹈火。西瑪，艾瑞斯的妹妹，也是自己種族的公主，用自身力量撐起一道護盾，為士兵們爭取寶貴時間。怪物終於敗退，倉皇逃走。艾瑞斯女王返回宮殿，菲奧斯的弟弟西奧趕來，等着哥哥和西瑪歸來。西瑪憂心忡忡地說：“艾瑞斯，在殺死黑暗之王之前，我猶豫是否該沉溺於這世界的黑暗。保持平衡至關重要。”可面對這一切，他卻只能強顏歡笑。菲奧斯沒有理會他的擔憂，反而溫柔地安慰他。另一方面，艾瑞斯在宮中遇見一位老牧師，正在思索下一次進攻。他下定決心要親自率領軍隊，同時加緊訓練每一位戰士。與此同時，無名男孩手握斯卡斯留下的劍，遇到了另一位黑暗騎士威爾斯。威爾斯一眼認出那把劍，以為男孩是盜賊，立刻出手奪劍。男孩毫不退縮，迎頭反擊。男孩喊道：“斯卡斯已經死了！”可威爾斯誤會了，以為男孩親手殺了斯卡斯。他怒火中燒，用黑暗魔法猛攻。但當他看清男孩的眼神，察覺到那份熟悉的意志時，他停下了手。男孩平靜地說：“斯卡斯注定讓我成為下一任黑暗之王，他把責任和這把下棋劍都交給了我。”威爾斯沉默片刻，將劍歸還，然後帶着男孩前往斯卡斯的舊居，那裡藏着成為黑暗王子的關鍵真相。另一邊，光明王國的宮殿內，西瑪將艾瑞斯女王安置在始祖室，看着她在神像前祈禱，不禁打趣：“你既是女王，又是公主，這雙重身份是不是有點太貪心了？”艾瑞斯嚴肅回應：“黑暗之王最在乎的永遠是自身利益。當他的子民在黑暗中沉淪時，他卻無動於衷。我希望下一位黑暗之王能恢復往昔的平衡，只有這樣，騎士們才能守護世界的秩序。”突然，警報傳來，西部首府遭到襲擊，領頭的是恐怖的獨眼魔王巴爾，他的巨眼緊貼臉部邊緣，散發出致命光芒。艾瑞斯女王下令全軍備戰。西瑪憑借心靈感應，迅速將警訊傳遍王國。怪物已逼近西部，所有騎士立刻構築防線。恐懼如瘟疫般蔓延。巴爾摧毀一切擋路之人，魔術師試圖藏身，卻瞬間被巨眼光芒吞噬。地面軍隊被他一腳踐踏，眼看就要全軍覆沒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一位英姿�颯爽的精靈領袖阿倫巨勳爵率隊趕到。他聯合魔法師與精銳士兵，以阿萊西亞精靈的古老力量猛攻巴爾。光芒與黑暗激烈碰撞，即使暫時無法重創對方，也為援軍爭取了時間。阿倫對巴爾的力量感到震驚，退守之後，他立刻籌劃下一次反擊。就在此時，光明女王艾瑞斯親臨戰場，她翱翔天際，風采奪目，直接向巴爾發起挑戰。艾瑞斯以神聖之力為長劍充能，狠狠斬向巨眼。可巴爾硬生生扛住了這一擊，反手一擊將所有人震飛，鏡頭轉向黑暗軍團內部。一名士兵發現自己成了逃兵，他疲憊不堪，扔掉武器，仰天倒下。我受夠了這場戰爭。黑暗的真正力量開始顯現，侵蝕着每一個人的意志。士兵們接連倒下，直到女王也幾乎無力招架。阿萊西亞精靈的力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。神靈似乎站在巴爾一邊。目睹這一切，阿倫心生絕望，新的激戰一觸即發。
戰鬥結束後，我們才知道，那場慘烈的球賽只是巴爾的一場遊戲，真正摧毀城市的是更深層的黑暗力量。晨光本該普照大地，卻被烏雲吞噬。女王環顧倒下的衛兵，西瑪及時趕到，將他從險境中救出。與此同時，在黑暗王國，其他國王與皇帝們仍在內鬥。當達克回到城堡，他與舊友貝利交談，終於實現了部分夢想，卻感慨道：這世界或許已厭倦黑暗。他更喜歡一種清淡的統治方式，與王國共存，而非毀滅一切。可為了目標，他仍會清除一切阻礙。鏡頭回到無名男孩，我們的絕墳英雄。此時，他坐在威爾斯的客廳。威爾斯看着這個可能的黑暗繼承人，溫和地說：成為國王，僅僅揮舞一把劍遠遠不夠，知識同樣重要。他決定親自教導男孩，不僅是如何戰鬥，更是如何統治。威爾斯對男孩說：任何只會胡言亂語的人都不配當國王。男孩喜歡他這種直率的說話方式。他知道自己還需要改進，不僅要磨礪劍術，更要多讀書，閱讀那些能幫助治理國家的典籍。隨着時間推移，這些知識會成為他最有力的武器。我們看到我們的英雄與威爾斯朝夕相處，一邊苦練揮劍，一邊如飢似渴地學習。他在當地做些雜活，循序漸進地幫助他人。男孩的身體漸漸強壯，也換上了屬於黑暗候選者的服飾。雖然他年紀尚小，但如今已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。鏡頭轉向另一位強大候選人戈雅夫人，她率領自己的軍隊面對3頭兇殘的怪物，怪物噴出的烈焰幾乎將她焚成灰燼。可她一邊笑着，一邊冷靜應對。就在剩下最後一頭野獸撲來時，戈雅夫人已做好迎擊準備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我們的英雄及時出現，一劍斬殺野獸。戈雅夫人看着他英俊的面容和凌厲的劍招，心中一動。她笑着走近，輕輕替他整理散亂的頭髮，決定多留他一會兒。夜幕降臨，戈雅夫人的士兵們邀請英雄去當地酒館小酌。酒館裡燈火搖曳，兩人終於有了獨處的機會。戈雅夫人凝視着他，緩緩說道：人們對你寄予厚望，如果你繼續努力，你將被視為真正的黑暗王子。你會得到一把專屬的傳奇之劍，你可以帶着它四處巡遊，彰顯威嚴。與此同時，一個名叫阿黛爾的男人躲在暗處，偷偷聆聽着他們的對話。另一邊，光明宮殿內，艾瑞斯女王正在調查最近的襲擊事件。她發現那些受黑暗影響的人行為異常詭異，這些痕跡甚至可以追溯到她尚未登上王位的時候。那時，她和妹妹西瑪都是王位繼承人選，兩人之間沒有嫉妒，他們約定，無論誰被選中，都會全力支持對方。可最終，女王將姐妹倆都送往不同的試煉。西瑪至今尚未做出最終決定。關於女王的責任，艾瑞斯邀請老友菲奧斯共進晚餐。席間，他透露：我的朋友菲奧斯，我期待已久能再與你見面。菲奧斯接受邀請，笑着說：我也很興奮能再見到你。那天晚餐後，菲奧斯離開宮殿，前往邊境。途中，艾瑞斯問他：你覺得我會是一位好女王嗎？菲奧斯沒有直接回答，只是溫柔承諾，無論誰成為女王，我都會像劍一樣忠誠於她。第二天，艾瑞斯獨自佇立陽台，心中疑雲密布。突然，天空驟暗，邪惡勢力擋住了去路。若非衛兵及時趕到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危急時刻，他向始祖祈求力量，神聖之力湧入體內，他自信大增，一舉擊敗黑暗實體。始祖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：你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。聽到這話，艾瑞斯暗自立下誓言：我會成為一位出色的女王，無論付出多少代價，我都會履行職責，即使需要犧牲，我也絕不退縮。這就是光明與黑暗的區別。在當今時代，或許黑暗也能帶來平衡。與此同時，我們的王國英雄正在為大賽做最後準備。臨行前，他問威爾斯：你會來看比賽嗎？威爾斯搖頭：我還有些事要處理。但他眼中滿是期待，所有希望寄托在這個男孩身上。他相信斯卡斯家族的傳承者一定能贏得勝利。大賽終於到來，英雄步入宏偉的競技場，所有渴望成為黑暗之王的候選人齊聚一堂。戈雅夫人宣布規則：參賽者必須擊敗最兇殘的怪物才能晉級下一輪。
最終勝者將獲得傳奇巨劍，只有他才能開啟真正的王者之路。年輕競爭者們依次上場，面對兇猛野獸，有人輕鬆取勝，有人卻命懸一線。場內氣氛緊張，參賽人數迅速減少。輪到我們的無名男孩，他一出場便以雷霆之勢救下瀕危的對手。其他參賽者見狀，既震驚又憤怒，有人甚至威脅要找他算賬。比賽才剛剛進入白熱化，他們不該掉以輕心，競爭必須足夠殘酷，這才是真正的錦標賽。組織者在戰場中央放出了獨眼巨人，慘叫聲此起彼伏，許多參賽者就這樣倒下，甚至被自己的召喚獸反噬。但我們的英雄不同，他冷靜地運用所有學到的技巧，輕而易舉地斬殺獨眼巨人。第一輪結束，只剩下2位決賽選手，我們的無名男孩和那個紅髮少女阿黛爾，正是之前偷偷聆聽他談話的人。2人賽前短暫休息，阿黛爾主動搭話，卻帶着嘲諷：“你居然在第一輪救人，這可是弱點。未來的黑暗之王必須毫不憐憫，毫不寬恕。”男孩搖頭：“我不同意，保護他人才是最重要的。”2人針鋒相對，卻也彼此試探。最終，他們站上決賽擂台，準備進行最後的決戰。經過激烈交鋒，無名男孩逐漸佔據上風。他用盡全力將阿黛爾逼到角落，一劍挑飛他的武器。阿黛爾倒地，等待致命一擊，可男孩卻收起了劍。他震驚地問：“你為什麼不殺我？”男孩平靜回答：“我不會違背自己的承諾，我會走向黑暗，但若我成為國王，我要為這個世界和所有人帶來和平，而不是無盡的殺戮。”阿黛爾愣住，第一次露出複雜的神情。他試圖起身奪回武器，卻發現男孩早已化解了他的殺意，戰鬥就此結束。戈雅夫人走上擂台宣布，這位無名男孩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。頒獎儀式上，他獲得了傳說中的黑劍艾德爾之劍。戈雅夫人將劍鄭重交到他手中，又把他介紹給在場的所有家族成員。儀式結束後，一位神秘長老找到他，祝賀勝利，同時賦予他一項只有黑暗王子才能執行的特殊任務，把這封信親手交給光明王國的女王。男孩接過信封，明白任務的兇險，但他同時知道自己不會孤身前往，亞軍阿黛爾也將同行。第二天，無名男孩與阿黛爾一同出發，他們乘着一件古老的魔法飛行器駛向光明王國。途中，阿黛爾提醒他，2國正在交戰，送信可沒那麼簡單，如果運氣不好，我們可能先被射下來。他自嘲一笑：“我來自黑暗王國，會被視為更大威脅，所以我來當明面上的信使，你藏在後面，你的命比我的更重要。”男孩驚訝於他的友善。阿黛爾聳肩：“別誤會，我只是不想讓新王子還沒登基就死掉。”抵達光明王國邊境後，他們立刻遇上巡邏的菲奧斯將軍。菲奧斯一看見黑暗王國的服飾，拔劍相向。男孩本想亮出黑劍證明身份，卻被阿黛爾搶先一步。他巧妙周旋，化解了衝突。菲奧斯雖然滿臉戒備，但最終同意帶他們進宮。在宮殿酒廊，他們意外先遇到了艾瑞斯女王本人。男孩瞬間被女王的威嚴與美貌鎮住，連話都差點說不利索。阿黛爾穩住局面，直奔主題：“我們帶來黑暗之王的信息。”信中內容令人意外，新繼任的黑暗之王希望與光明王國簽訂停戰協議，聯合對抗真正共同的敵人獨眼魔王巴爾。巴爾正在毀滅2國領土，已不再區分光明與黑暗。艾瑞斯女王皺眉：“這份合同我不太放心。黑暗之王即將換人，若新王仍舊野心勃勃，光明王國豈不是自取滅亡？”男孩上前一步，誠懇說道：“下一任黑暗之王不會像前任那樣瘋狂，他希望帶來真正的和平。”阿黛爾補充：“現任國王即將退位，新繼任者很快就會正式公布，他不會是你們的敵人。”女王沉默良久，重新審視着眼前的年輕人。當晚，女王安排他們住下。菲奧斯私下提醒女王要小心，卻被她制止。阿黛爾對男孩說：“從我們踏進光明王國那一刻起，他們就對我們充滿敵意。但你說的對，艾瑞斯女王和其他人不同。”她在認真聆聽。次日清晨，艾瑞斯女王召見2人，她沒有繞彎子，直接問男孩：“你真的相信這份合同能拯救2國的人民？”
而不是讓黑暗吞噬光明。男孩堅定回答：黑暗王國的人民也不想死在巴爾手裡。我們需要合作才能活下去。女王凝視着他許久，最終緩緩點頭。我決定了，我會認真考慮這份協議。或許是時候結束無謂的敵對了。故事的轉折就此拉開，兩國決定聯手一起對抗巴爾。這份停戰協議將惠及雙方人民，自次日起正式生效。新任黑暗之王將擁有最終決定權。光明宮殿內，菲奧斯向西瑪報告，女王已經前往黑暗王國。他強調，只要女王親自在場，一切都會順利。與此同時，阿黛爾和無名男孩在客房接受嚴密監視。衛兵擔心女王不在時，他們可能伺機行動。可菲奧斯拍胸脯保證，王室會妥善處理，絕不出問題。漸漸的，阿黛爾與男孩之間的戒備消融，兩人開始建立信任，甚至隱隱有了友誼的苗頭。鏡頭轉向黑暗王國，現任黑暗之王正準備與巴爾決一死戰。威爾斯與戈雅夫人共同指揮大軍，可巴爾突然降臨，瞬間制造混亂。威爾斯親自率軍衝鋒，可對他的士兵來說，巴爾如同不可阻擋的噩夢。他一拳擊飛無數戰士，露出驚訝而猙獰的笑容。戈雅夫人享受着戰鬥的刺激，釋放搖滾般的黑暗魔力。他試圖反擊，可巴爾輕鬆化解。戈雅利用速度創造出一支威力驚人的魔劍，卻仍無法傷及對方。黑暗軍團傾盡全力圍攻，卻接連敗北。最終只剩威爾斯與戈雅夫人勉強存活，所有人最後的希望就寄托在他們身上。威爾斯揮舞長劍，召喚全部力量，與戈雅並肩奮戰。可巴爾攻勢又快又狠，發出的轟鳴震撼人心。兩人節節敗退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就在此時，現任黑暗之王現身。他站在殘存的戰士面前，冷冷宣布：現在由我來終結這一切。巴爾與黑暗之王正面交鋒。國王自信滿滿發起猛攻，卻被巴爾輕鬆擋下，反手重創。巴爾狂笑：這個頭銜現在屬於我。同一時刻，遠方的艾瑞斯女王調動始祖符文的全部魔法力量，隔空將巴爾牢牢定住。黑暗之王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，一擊致命。巴爾永遠被封印在火山深處的塔杜斯牢籠，再也無法作亂。大戰結束，艾瑞斯女王履行承諾，離開黑暗王國，返回光明之地。途中，西瑪與阿黛爾無名男孩重逢。阿黛爾忍不住和男孩調情，西瑪卻完全沒放在心上，只是認真詢問黑暗王國人民的近況。阿黛爾坦言，他們不想再打仗，任何反對國王的人都會被處決。可現在，一切都將改變。突然，男孩瞥見遠方異動，飛奔而去，把大家都嚇了一跳。外面，西瑪驚訝地發現，艾瑞斯女王已返回，卻因過度使用力量，即將從高空墜落。無名男孩及時趕到，穩穩接住昏厥的女王。在他完全失去意識前，艾瑞斯虛弱地說：“合同已經簽署。”西瑪立刻明白，女王為了封印巴爾，耗盡了全部力量。他們迅速將女王送回宮殿。無名男孩與阿黛爾退回客房。西瑪用魔法為女王療傷，輕聲說：“這是始祖雷昂力量的證明。你太勉強自己了。”客房內，阿黛爾對男孩透露心聲：“我很喜歡西瑪，也開始欣賞你。”他半開玩笑地說：“你注定會娶艾瑞斯女王為妻哦。”男孩聞言臉紅生氣：“別亂說！”這時，菲奧斯走進房間，帶來巴爾被徹底封印的消息。阿黛爾鬆了口氣：“我的任務完成了，我們該回黑暗王國了。”戈雅夫人也返回黑暗王國，途中遇到老友貝利。貝利交給他一封緊急消息，需帶回王宮。戈雅疲憊卻堅定：“作為黑暗王子，我會完成這項任務。”鏡頭回到艾瑞斯女王，她已甦醒，向男孩由衷道謝：“多虧了你。”阿黛爾進一步表示：“我會向新黑暗之王建議，徹底停止與光明王國的戰爭。”男孩擔憂：“你這麼說可能會有危險。”可阿黛爾堅定搖頭：“有人必須站出來說出真相，即使在黑暗王國，也該迎來真正的和平。”衛兵帶來消息，巴爾造成的破壞已無法逆轉，但兩國終於迎來喘息。艾瑞斯女王欣然接受和平請求，她決定親自款待客人。“我會帶你們3人，還有阿黛爾遊覽整個光明王國。”女王微笑介紹弟弟西奧。
西奧起初滿臉戒備，畢竟這些人來自敵人。可當他看到男孩與阿黛爾·戈雅關係融洽，也漸漸放鬆下來。和平的曙光終於灑向兩個王國。西奧漸漸放鬆下來，他看着那些曾經受傷的小怪物，心狸貓正用溫柔的魔法治癒他們。菲奧斯在一旁嘗試着同樣的咒語，竟意外成功。西奧的舊傷也開始好轉。男孩笑着說：“這種治癒魔法我是從西瑪那裡學的。”大家驚訝地發現，光明王國的心狸貓性情溫和如水，而在黑暗王國，同類卻被視為徹頭徹尾的小惡棍。菲奧斯打趣：“看來魔鬼確實存在啊。”話題轉向服飾，阿黛爾一直穿着深黑長袍，戈雅夫人則偏愛利落的戰甲。有人開玩笑，光明王國的人怎麼都愛穿裙子，連薩菲那樣的戰士也不例外。女王艾瑞斯笑着展示王國的時尚，大家哄堂大笑。西瑪提議：“要不我們來交換衣服試試？”阿黛爾興奮地問女王：“您為什麼不穿裙子呢？”於是，一場輕鬆的服裝交換開始了。當然有些限制，比如戈雅夫人的重甲，誰也穿不下。黑暗王國的信使們自然不能穿女王的禮服。戈雅夫人試了試艾瑞斯的裙子，發現有點寬鬆，顯然女王的身材比她纖細許多。她笑着把裙子還回去：“還是留給您吧。”西瑪與戈雅也交換了衣服，兩人穿着對方的服飾，一起出門照顧宮廷裡的孩子們，畫面溫馨又滑稽。阿黛爾看着這一幕，突然把手搭在無名男孩肩上：“你選一個吧，穿裙子還是盔甲？”男孩瞬間臉紅，支支吾吾答不上來。大家笑得更歡，提議轉而下棋解悶。有趣的是，菲奧斯指揮官棋藝最差，幾乎局局皆輸。時光就在這樣的嬉笑中悄然流逝。晚餐時間到了，西瑪親自下廚。他端出熱騰騰的菜餚，大家圍坐一起。阿黛爾嘗了一口光明王國的食物，皺眉道：“有點太平淡了。”男孩和戈雅深表同意。黑暗王國的菜至少多點辣味。西瑪笑着調整口味，又加了些香料。幾輪嘗試後，大家終於找到平衡，既不寡淡也不過辣，正好合所有人的胃口。這頓飯成了兩種文化的完美融合。飯後，菲奧斯誇讚艾瑞斯親手挑選的蔬菜新鮮極了，西瑪也忍不住多吃了幾口。第二天，大家繼續聚在一起。男孩主動去市場買菜，西瑪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裡有一絲掩不住的嫉妒。他終於意識到，自己對這位未來的黑暗之王動了心。夜幕降臨，月光灑在加爾賈馬哈爾瀑布旁，男孩卻難以入眠，悄悄散步到女王的陽台外，聽到她在低聲自語。艾瑞斯輕嘆，他和其他人沒什麼不同，也是個普通人啊。戈雅夫人不知何時出現，回應道：“我們的王子也是普通人，可一旦他成為新黑暗之王，一切都會不同。”艾瑞斯堅定地說：“無論他是誰，無論他登上什麼王位，我都會留在他身邊，支持他。”男孩藏在暗處，聽着這句話，心跳如鼓。兩個王國的和平不只是協議上的文字，更是無數顆心悄悄靠近的開始。故事的第一部分終於結束了。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話，就訂閱吧。艾瑞斯和戈雅將會在另一個新地方與你相遇。有什麼想聊的，評論區見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